大家好，家宝妈日志感谢您的订阅和关注，点开通知小铃铛，每次视频的更新都会及时收到哟。大家好，我是家宝妈妈，今天用土豆来做好吃的。这个土豆啊，是我们日常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食材。你如果稍微留意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土豆有白皮的、黄皮的、红皮的，还有颜色有点重的黑皮的土豆。那么这四种土豆呢，它们的淀粉含量还有做熟了以后口感呀，都略有不同。这个黄皮的土豆呢，做熟了以后，我感觉到吃起来口感更沙一些。今天啊，我就用黄皮的土豆来做好吃的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做起来吧。我们先把土豆清洗干净，就像这样搓一搓，把它们表面的泥沙泥土都清洗干净，然后放在一个案板上。找一个大一点的竹签，在它们的表面都扎上窟窿，这样的话土豆容易煮熟。把土豆放进一个锅里，加入足够量的凉水，这个凉水的量要没过土豆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煮开，然后中大火继续煮20到25分钟，把土豆煮熟，从锅里取出来。像这样，拿一个叉子或者一个牙签，我们来剥土豆皮儿。这个土豆的皮儿啊，真的是薄啊。黄皮的土豆，皮儿是黄的，里边也是黄的。我们把它切成块儿，切成块儿了以后，放到一个盆里边，用一个叉子把这个煮熟的土豆啊，用一个叉子把它们捣成泥。土豆泥175克重，加入凉水170毫升，把土豆泥稀释。待土豆的温度降下来以后，我们加入酵母3克。搅拌混合，边搅拌边加入中筋面粉350克，搅成细状以后，用手和成一个相对偏软的面团。不同的面粉吸水性不同，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面粉情况来调整用水量。面团和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温暖处发面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。1个多小时以后，看这个面团蜂窝状的气泡，上面撒一点点干面粉，我们再扒开这个面团，哇，看里边这个大气泡，海绵状的，这个面团啊发的特别的好。面板上多撒些干面粉，因为这个面团比较软，我们从面盆里取出面团，放在面板上。哇，看这个气泡好大好大呀，真的是面发的特别的好。我们给这个面团进行排气。这个烙饼的面团进行排气，不需要使劲的揉，不用像做馒头那样的揉，只要像这样稍微的折叠整理就可以了。擀面杖像这样压，给它擀开，擀得越薄越好。我就可着我的面板的大小来擀的这个面皮。再均匀的撒上炒菜油，你可以是橄榄油、花生油或者是其他的熟油都可以。然后用刷子再把这个油啊再薄薄的刷均匀。再均匀的撒上4克的盐，这个4克的盐的量呢，做一张大饼，这个咸淡是刚刚好。再撒上一大把葱花，约30克。葱花撒好了以后呢，从接近身体的这一边开始卷起，然后再从离身体远的这边呢，再折叠成一个长长的条，然后我们再用手来按压这个长条，尽量的按扁一些。在案板上再撒一点干面粉，以防粘连。然后抓起这个长条的一头，开始像这样卷起。卷的时候，我们稍稍的用一点力气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饼皮啊卷的就比较紧实，层次就比较丰富。另外的一头就像这样放在饼皮的底部，我们再稍作整理，一个大大的饼皮就做好了。这个饼皮实在是太大了，因为这么多面我就烙了1张饼，然后我用了一个盆儿扣在这个饼皮的上面，让它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，我们上面再撒点干面粉，用手
来从中间往四周推这个饼皮。这个面粉的延展性太好了，你摁着缩着，摁着缩着，最后我们用擀面杖给它擀平。把一个厚点的平底锅加热，加热到你手放在锅的上面温温的，就倒入炒菜油，放入饼坯，中火或中小火来烙这个饼，2分钟晃动这个饼就可以翻面了。翻面之后，哇，这个饼已经金黄了。我们在饼的四周均匀的撒点油，再烙2分钟，晃动饼坯翻面。翻面后，哇，这边也金黄金黄的，但它颜色有点浅，我们给它翻过来，继续烙浅的这一面。由于这个饼啊特别的厚，又厚又大，我为了保证饼的内部烙熟，所以说给它盖上锅盖，用小火继续烙2分钟。我们烙饼啊不能着急，尤其是烙这么又大又厚的饼的时候，需要一点点耐心哦。2分钟之后，打开锅盖，我们再翻个面，再盖上锅盖，小火继续烙2分钟。这个时候饼已经烙熟了，把2个鸡蛋打散，淋入1半的蛋液，撒上葱花，撒上黑芝麻，然后用锅铲稍稍的把蛋液整理均匀，然后马上翻面。翻面以后，你看另一面已经变得焦酥的了。我们把剩余的蛋液均匀的淋到上面，用刷子把蛋液刷均匀，撒上葱花，撒上黑芝麻，马上翻面，烙20秒。蛋液熟了，这张大饼就香喷喷的出锅了。哇哦，看着就很诱人，外皮酥脆的。这么多的面粉，我就烙了1张大饼，有3厘米厚，用了8、9分钟就烙好了。如果有人拿肉来给我换，我还要想一想，可能都不换哟。顺便我还做了个土豆沙拉，味道也特别的棒。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这个饼，外皮还是酥酥的，然后带着浓浓的鸡蛋香、葱花的香味儿，还有芝麻的香气。里边啊也是特别的蓬松暄软的，而且你可以吃得到、闻得到这种土豆的香气，特别的好。大家不用担心吃了土豆会发胖哦，因为这个土豆里的淀粉啊是不会让人们容易发胖的那种淀粉。喜欢的朋友不妨试试。喜欢家宝妈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一下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家宝妈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